川普极限施压奏效，伊朗总统正式下令重回谈判桌。1441天的消耗战，前线拉锯，民意定调，俄罗斯被一步步孤立。曾被防长亲自授勋，俄罗斯英雄莫斯利莫夫被乌军消灭。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就在中东火药桶即将引爆的边缘，局势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已正式下令，要在核能框架下重启与美国的谈判。一边是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兵临城下，一边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一次攻击更猛烈的死亡威胁。这究竟是德黑兰为了缓解经济崩溃的无奈妥协，还是另一场拖延时间的战术博弈？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起足以改写中东地缘政治的重大转折。这次谈判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佩泽希奇扬在2月3日表示，他已指示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维护尊严、保持审慎并坚持务实立场的前提下，与美国展开公平公正的谈判，所有接触都必须严格置于伊朗国家利益的框架之内。他在社交媒体上进一步解释说，正是因为一些地区友好国家希望伊朗回应特朗普的谈判提议，他才决定下达这一指示。围绕美伊关系的最新动向，局势正在进入一个极其复杂而危险的阶段。多名伊朗和美国官员在2月2日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预计将在2月6日前往土耳其，与美国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会谈，重点仍然围绕核问题展开。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意在暂时压制中东地区进一步滑向战争的风险。与此同时，土耳其及多国地区伙伴也在幕后积极斡旋，希望缓和当前不断升温的美伊对峙。一名中东外交人士指出，包括卡达、沙特、阿联酋、埃及在内的多国代表都将参与伊斯坦布尔的相关接触。会谈形式并不局限于单一模式，而是通过多边、双边及交叉沟通同时推进。伊朗方面则在为谈判做最后准备。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表示，德黑兰正在加紧敲定谈判的整体框架和操作方式，相关方案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强调，伊朗当前最为关切的是尽快结束长期制裁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时间对德黑兰而言极其关键。特朗普随后对外界的谈判消息做出回应，虽未否认接触正在进行，但态度依旧强硬，强调是否推进后续步骤将取决于伊朗在谈判中的实际表现。然而，在外交接触推进的同时，美国并未释放任何军事层面的缓和信号。相反，美军仍在持续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更多战斗机和空中加油机，并与航母战斗群形成协同部署，在伊朗周边海域保持高强度存在。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本人也不断对德黑兰施压，多次公开警告不排除使用军事手段，甚至一度发出带有最后警告意味的表态。这表明美伊之间的战争阴云还未散去，冲突随时仍可能发生。在核问题上，伊朗高层依旧坚持核心底线。最高领袖政治顾问沙姆哈尼近日重申，伊朗不会将浓缩铀转移至境外，并强调核项目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不过，他也释放出有限的谈判空间，表示如果相关方面能够提供对等回报，德黑兰可考虑将浓缩铀丰度从 60% 下调至 20%。 不过，伊朗官员早前表明，作为重启谈判的条件，德黑兰希望美国撤走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更具挑战性的是美方提出的谈判条件，
据伊朗方面披露，特朗普政府希望伊朗全面停止铀浓缩、限制弹道导弹发展，并终止对地区盟友的支持。德黑兰长期将这些要求视为对国家主权的直接侵犯，其中导弹问题被普遍认为是最难跨越的障碍。就在谈判临近之际，特朗普再次发出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后果将非常严重。伊朗内部的担忧同样在不断加剧，多名现任及前任官员私下透露，伊朗领导层正越来越担心，一旦美国发动军事打击，可能会重新点燃国内本就积压已久的社会怒火，从而对现有政治体系造成冲击。相关评估已被上报至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员们指出，民众对此前镇压行动的不满情绪仍处在高位，外部军事压力很可能放大这种情绪，并引发不可控的连锁反应。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目前街头局势表面平静，但深层的不满并未消失。长期的经济困境、政治高压、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结构性腐败，使许多伊朗民众陷入一种看不到改善前景的压抑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方在伊朗周边不断强化军事存在，被视为极具风险的刺激因素。就在外界高度关注谈判进展与伊朗高层动向之际，德黑兰却在几乎同一时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异常事件。2月3日，伊朗首都西部突然传出巨响，随后一处大型商业区域发生严重火灾。根据外媒披露，起火地点位于詹纳特一带的尼亚耶什购物中心，这是一座面积约2000平方米、摊位密集的综合市场。现场画面显示，火势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整座市场被大火吞噬，火灾产生的浓烟直冲高空，在德黑兰远郊同样清晰可见。黑烟长时间笼罩城市上空，令局势更添紧张气氛。伊朗官方随后确认，已调集多个消防单位参与处置，但对起火原因保持沉默，也未公布进一步细节。正是这种时间点与信息透明度的异常，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事实上，在这起火灾发生前几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等多地也接连传出爆炸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事件可能并非孤立事故，不排除与地区情报行动有关。也有人指出，谈判是否真的能够拖住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选择，而他本身向来以不可预测著称。历史经验同样令人警惕，在此前的冲突周期中，美伊也曾短暂接触，迅速破裂，最终演变为军事打击。在当前这种谈判与威慑并行、内部压力与外部博弈交织的状态下，美伊关系正处在一个极其脆弱的临界点，任何意外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更大危机的导火索。2026年2月3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441天。当天，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近100架无人机同时出动，目标覆盖俄罗斯本土多个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和乌东战区。多地传出爆炸声，相关损失仍在统计之中。乌克兰总参谋部通报称，此轮行动重点打击了俄军指挥与保障体系。在顿涅茨克方向，乌军成功命中俄军2个团级及师级指挥所，并摧毁一处弹药库。在扎波罗热地区，俄军无人机控制节点同样遭到精准打击。在别尔哥罗德州，战场画面显示，乌军第72旅摧毁了一套俄制 TOS-1A 太阳重型火箭系统。乌克兰无人机对该目标实施了至少4次直接命中，最终将其完全摧毁。苏梅方向战事同样激烈，乌军第72机械化旅下属的布拉瓦营再次越境进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与俄边防部队发生交火，击毙多名俄军人员。随后，乌军利用 FPV 无人机
成功摧毁了另一套部署在当地的 TOS-1A 火箭炮系统。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第25旅在波克罗夫斯克一线展开无人机行动，成功营救4名此前被俄军突击小组俘获的乌军士兵。在营救过程中，乌军击毙7名俄军人员，行动全程由无人机主导完成。与此同时，俄军沿库皮扬斯克至博罗瓦一线发动全线进攻，但遭到乌军顽强抵抗并被迫后撤。乌军随后展开反击，重新夺回拉德基夫卡附近的部分阵地。乌克兰第413独立步兵营指挥官罗曼·科瓦洛夫则在库皮扬斯克市中心公开露面，以实际行动反驳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关于乌军已撤离该市的说法。他在视频中表示，自己身处市中心文化中心附近，周边包括乌克兰邮政建筑，现场安全无虞，甚至未穿防弹背心，以此证明该区域仍有乌军控制。他还幽默地向母亲致歉，说自己没有按嘱咐戴帽子。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随后也进入库皮扬斯克市区进行实地采访，进一步佐证了乌军仍牢牢控制该市。战线向南延伸，在利曼方向，俄军被迫改变战术，转而向南实施迂回进攻，主战场已逐渐远离利曼城区。作为乌军北方防线的重要门户，只要利曼不失，俄军就难以直接威胁斯拉维扬斯克核心防御体系。为突破这一僵局，俄军集结包括巴赫穆特集群、杰尔人斯克集群在内的约10万兵力，对堡垒群南翼门户科斯坦丁尼夫卡与德鲁日基夫卡一线发动猛攻。然而，这一路线遭遇乌军精锐第3军团顽强阻击，军团指挥官别列茨基的战术部署显示出较强的应变能力。乌军依托格雷西纳等第2道防线展开防守反击，不仅稳住了侧翼关键要点罗迪恩斯克，也确保了多个重要后勤节点的安全。从整体态势来看，乌军在该区域并未处于劣势。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军士兵亚历山大·德罗夫在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战斗中受伤并被俘，但他成功说服2名俄军士兵倒戈。3人试图一同穿越前线返回乌控区时，其中1名投诚的俄军不幸中弹身亡。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南部取得有限推进，但进展幅度较小。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第225突击团部分兵力已由扎波罗热战区调往该方向。需要指出的是，第225独立突击团与第425独立突击团并非普通部队，编制规模约5500人，战力相当于一个加强旅。根据乌军官方通报，并结合多份战役地图分析，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以东的突出部取得一定进展，北部的罗丁斯克已成为当前战场的核心区域。乌克兰第7军团2月2日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一支俄军破坏侦察小组在突袭乌军观察哨时俘获4名乌军士兵，但在押送途中，该小组被巡逻的乌军无人机发现。第25空降旅西切斯拉夫旅和第68列兵旅迅速出动无人机展开营救。大量 FPV 攻击无人机的突然出现令俄军陷入混乱，俄军四散逃窜，4名乌军战俘趁乱成功脱身。试图藏身于灌木丛和战壕中的俄军侦察小组，随后遭到超过10架乌军攻击无人机连续打击，最终被全歼。乌克兰总参谋部还通报称，2月2日凌晨，乌军对俄战区多个重要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在库拉西夫卡方向，乌军摧毁俄军1个师级和1个团级指挥所；在扎波罗热乌斯佩尼夫卡和胡里亚波尔附近，俄军一处无人机指挥中心被摧毁。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第43炮兵旅使用海马斯系统击毁了一套俄军山毛榉防空系统。此外，乌军还击毙1名被授予俄罗斯英雄称号的俄军军官，来自达吉斯坦的穆斯利莫夫中尉。他因积极参与对乌作战，曾获得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颁发的金星勋章。在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俄军虽取得局部战术进展，但付出了沉重代价，遭到乌军重创。博罗瓦、斯拉维扬斯克、洛沃巴甫利夫卡
奥列克桑德里夫卡以及赫尔松等方向，俄军持续发动进攻，但均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过去24小时内，前线共爆发167次交战。乌军通报称，俄军新增人员损失约760人，战场消耗持续上升。民调方面，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2月2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约 43% 的乌克兰民众认为战争不会在2026年结束。65% 的受访者表示，宁可长期承受战争代价，也绝不接受通过割让领土换取和平。这一比例较去年12月的 62% 进一步上升。仅约 20% 的人认为2026年有望达成和平协议， 18% 认为战争可能在下半年结束。调查还显示， 88% 的乌克兰人认为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意在动摇乌克兰社会的抗战意志，迫使其屈服。约 90% 的受访者支持乌军对俄罗斯本土实施对等反击，其中 80% 的人认为反击目标可以包括发电厂、石油设施等非纯军事目标。现实正在逐步印证一个判断，俄罗斯不仅难以战胜乌克兰，也正在透支自身的现在与未来。其他消息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已向美国提交一份提案，试图消除阻碍双边关系全面恢复的关键障碍。能源领域数据显示，经乌克兰过境的俄罗斯石油运输量已跌至历史低位。与2024年相比，通过德鲁日巴输油管道南支线的运输量下降约 14%。继欧洲多国之后，乌克兰也正式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欧盟方面正在酝酿第20轮对俄制裁，考虑禁止进口俄罗斯铂金合同。俄罗斯方面则计划在2月24日公布新的反制措施。此外，欧盟自2月3日起启动逐步淘汰俄罗斯天然气的进程，首批合同将于4月25日开始终止，并计划在2027年前彻底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军事技术方面，乌克兰马里基卡水下无人机已完成战备准备。该无人机航程可达1000公里，有效载荷超过1000公斤，专为打击大型目标设计，预计将在不久后投入实战。政治层面，2月2日公布的匈牙利最新民调显示，由彼得马扎尔领导的亲欧反对党 TISO 支持率达到 48%， 领先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 40%。 63% 的匈牙利民众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方向上，在退休人群中，这一比例高达 71%。 随着2026年4月12日大选临近，欧尔班可能面临其执政16年来最严峻的挑战。乌克兰方面在近期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确认清除了俄军一名颇具象征意义的人物莫斯利莫夫。此人曾被俄罗斯官方授予俄罗斯英雄称号，并由俄国防部长亲自颁发勋章，在俄军内部具有一定代表性。多名前线军事记者披露，莫斯利莫夫于2月2日在战斗中被乌军击毙，终年仅27岁。接下来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这名俄军军官并不算长的人生轨迹。公开资料显示，莫斯利莫夫出生于俄罗斯最南端、相对封闭贫困的达吉斯坦地区，毕业于当地一所农业学院。原本他的人生道路很可能会围绕乡村、土地与农业展开，然而俄乌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2022年，莫斯利莫夫加入俄军第74摩托化步兵旅，进入被外界称为摩托车冲锋队的部队编制，成为高风险突击行动中的一员。在前线作战数月后，他因伤被迫撤离战场，一度离开一线。但到了2023年5月，他再次重返战区，重新投入战斗。在顿涅茨克方向，莫斯利莫夫直接参与了阿夫迪伊夫卡战役，并在随后的作战行动中多次获得俄军内部表彰，先后被授予勇气勋章、苏沃洛夫勋章等多项奖章。随着战功累积，他的军衔也一路晋升至上尉。2024年8月21日，俄方正式授予其俄罗斯英雄称号。当时的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还亲自为其佩戴象征最高荣誉的金星勋章，
这一举动也从侧面反映出穆斯利莫夫在俄军宣传体系中的地位。然而如今，这名曾被塑造成英雄的军官已被报道在乌克兰战场，再也无法离开这片土地。截至目前，俄方尚未公开其阵亡的具体经过，相关细节仍有待进一步核实。但一旦消息得到正式确认，这将是乌军近期消灭的最具知名度的俄军中下级军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穆斯利莫夫是第12位在俄乌战争中获得英雄称号的达吉斯坦籍军人。这一现象也再次凸显出该偏远地区已成为俄军重要的人力来源地之一。此外，还有一则性质相近的战场消息。俄军第272摩托化团的一名女兵安蒂波娃也已被证实在前线被消灭。这名女兵的网名为佩剑，曾长期活跃于短视频平台，在俄军宣传体系中拥有一定关注度。她不久前被调往库皮扬斯克方向作战，随后即遭到乌军 FPV 无人机打击，当场被清除。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